男人上一秒还满脸笑容，沉浸在大团圆的喜悦中，可下一秒他却发现了不对劲，自己的双手双脚都被绑在了椅子上，随后脸上更是写满了惊恐，因为餐厅不知何时站满了雇佣兵，而他的朋友们却完全看不见。这是卡索受伤后的噩梦，也是他最担心的事。他自己的家人早已遇害，这是他的妻子遇害后的第364天，也是他被痛苦折磨的第无数个夜晚。他叫卡索，曾是一名退役雇佣兵，虽然杀害他家人的相关人员都被他绳之以法，但他的痛苦并没有减少半分。因此，他隐姓埋名来到一处工地，靠不停的消耗体力来宣泄失去亲人的痛苦。这天，工地上来了一名新员工，工头为了让他知道谁是这里的老大，不仅言语上羞辱卡索，还让小弟拿石头去砸他。但他没有反抗，而是把这些都化成力量，没日没夜的砸墙。第二天，工头一脚踢飞他的餐盒，踩坏他的午餐，又用言语羞辱他，让他别那么卖力，因为他把活都干了，导致大家都没了加班费。可他只是紧紧攥住斧头，强压心中的怒火。到了中午，新来的看他一个人坐在楼顶，于是带上自己的餐盒放在他的身边。虽然卡索接受了他的好意，但却没有领他的情。Thanks for the sandwich. I appreciate that. I'm not looking for a pal. Whatever it is you're looking for.I'm not it. 因为在干掉那些坏人后 ，FBI 一直在调查他的身份。The Punisher, he's dead. 卡索只能伪造了自己的死讯。几天后，他在休息时偶然听到工头和朋友商量晚上去抢劫，他没空理会这些，但是工头却不打算放过他，满嘴垃圾话不停地往卡索身上喷。只要卡索忍不住先动手，他就有信心让他永远闭嘴。就在这时，工地上出现了意外，一个工友被砸伤了手臂，这人恰巧也是今晚抢劫的同伙。无奈之下，工头只能让新来的顶替。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没有告诉他任务目标，直到他们打翻守卫，闯进大佬们的聚会，他才发现他们抢劫的目标是当地的黑帮老大。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他，直接吓懵了。在捡钱的时候，不小心掉出了钱包。Shit, you really screwed this up, Donald. 为了自保，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新来的永远消失。尽管他不停求饶，不停地发誓自己会守口如瓶，但依然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被丢进倒满水泥的深坑。恰好这一切都被卡索看在眼里。Shut it off. 为了报答他的一饭之恩，他决定重出江湖，解救这个年轻的后辈。每日在被家人被杀的痛苦中惊醒，每日忍受这些宵小的冷嘲热讽，已经让他愤怒的小宇宙濒临爆发。现在面对已经不是平民的他们，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让他们重新认识谁是弗兰克·卡索。现在的铁锤砸的不再是墙，而是这群做了坏事的蛀虫，被他盯上的人也永远跑不掉，通通丢进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水泥坑。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工头。卡索捡起地上的铁锤，慢慢走到他的面前，问他抢了哪里的钱。工头没听清，那就示意铁锤清醒一下。Okay, it's in the basement of a restaurant, Lanello's in Little Italy. 等新来的爬上水泥坑，已经没有了卡索的身影，因为他要去帮新来的解决最后一个麻烦。他切断了保险丝，在这黑暗之中响起一阵枪声。等黑老大打开备用电源时，小弟们已经通通躺在了地上，而造成这一切的人此时正在他的身后。解决最后一个威胁后，卡索戴上黑帽潇洒离开，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个神秘人给盯上。电话的对面不仅知道他的身份，手里还有他想要的东西，表示自己也是这座城市的幽灵。但在确定卡索不会杀掉他之前，他绝不会现身。而他此时的位置早已被卡索发现。卡索假装淡定走出早餐店，借着路过的垃圾车的掩护消失在原地，因为他要弄明白自己家人被杀的背后究竟还有什么秘密。快速穿过小巷，再跃上高台，那个神秘人就在这个楼顶。卡索手里捏着枪，一步步向前靠近，最后却没有神秘人的踪影，只有他事先准备好的礼物。一部联络手机，这时卡索才看到那个神秘人其实就在刚才餐厅的房顶。知道他没有真死的人只有2个，一个是他的队友科特，但科特表示绝对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剩下的就只有在报社工作的佩吉，但他肯定不会出卖卡索，因为你看他的耳朵，在见到卡索的时候开始就一直紧张的红到现在，在卡索走的时候还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因为他深爱着眼前这个男人。It's really good to see you. 第二天，在同事的帮助下，佩吉很快便收集到相关信息，迫不及待地把一切告诉了卡索。其中不仅有神秘人的姓名，还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共同之处 ：FBI 现在的老大卡森霍夫。这个女人在回家时出了车祸，她撞到的人正是卡索，而她就是神秘人大卫的老婆莎拉。在丈夫死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同样也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
她的老公只能远远地通过监视器看着，哪怕明知卡索非常危险，她最多也只敢待在车里静静地等，直到卡索走出来后，她才松了一口气。但其实她不知道的是，卡索只是为了去了解一下大卫的基本情况，不仅没有伤害他的家人，看见车库门坏了，还主动帮他维修，因为看见他们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妻儿。他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和胡子，走路时还装作脚跛了，这些都是为了躲开电脑的人脸和步伐识别。他不是怕被大卫追踪，而是担心其他藏在背后的势力，所以他必须更加的小心谨慎，因为接下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目标 ，FBI 的老大卡森霍夫。他戴上头套，闯进他的家中，和霍夫扭打在一起。虽然制服的过程有些艰难，但他依然把霍夫绑在了椅子上。接下来就是拷问，他要知道关于大卫的事。一般这种时候，反派都会懂，更何况是 FBI 的老大。不管如何严刑逼供，那个答案多少都存在一定的水分。突然，他挣脱束缚，抢走了卡索的配枪。胜券在握之时，他才说出了真相。原来，不管是卡索的家人，还是大卫的死，都是因为卡索在坎大哈执行的一次任务，一个无法见光的任务。虽然没有具体的细节，但这对他来说已经够了。这时，霍夫让他闭上眼睛，送他上路，可卡索却目不斜视，因为这把枪里没有子弹。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事先的计划。除掉了霍夫，现在只剩大卫了。虽然知道他可能和自己是同一战线，但对手是和卡索一样的狠人，他输不起。他拨通大卫的电话，要求见面详谈。为了确定他是一个人，中途更换了多次地点，一直辗转到深夜才告知最后见面的墓园。而与他见面的不是卡索，而是科特。科特告诉他，卡索喜欢独来独往，不希望被打扰，否则他回去拜访莎拉。但这其实只是为了演得更逼真，因为大卫回到基地正苦恼接下来怎么办时，他的汽车尾箱从里面打开，里面的人正是他一直监视的那个卡索。男人趴在窗口往里面偷看，突然身后一支利箭射进他的肩膀，他赶紧躲到一边，利用大树作为掩体，忍着剧痛掰断箭矢。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第二支箭接踵而至。再不想办法，他很可能命丧于此。幸好他确定了古纳尔的位置，举起双手，慢慢走出来，跪下双膝，不停地解释自己没有恶意，反而是因为古纳尔当年拍摄的视频，让他全家人惨遭横祸，来此只是想要一个名字而已。听到这里，古纳尔才放下了武器。还没等他们叙旧，天上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数名特工秘密突袭这片树林，现场的画面都直播传送到一台手提电脑，而这台电脑的主人正是当年被卡索一拳打瞎左眼的特工。1天之前，重伤痊愈的麦达尼整理了一份名单，这些全是卡索在坎大哈的队员，其中正好就有古纳尔。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而这个听者正巧也是那名特工。更何况这个听者如今身居高位，手握大权，更加不能允许当年的事情败露。这群特工的目的只有一个，消灭所有可能知道真相的人，但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正面对的是身经百战的海豹突击队，一个不小心就被古纳尔的陷阱干掉了。卡索趁机上前抢走他的配枪，连电脑面前的特工也吓了一跳。弗兰克·卡索居然没死，但现在他毫无办法，因为现场这群部下在卡索面前根本不够看。好在他们意识到了不对，突然改变了战术，从四面包抄。也就是这时，古纳尔被连续命中2枪，紧接着卡索也身中1枪，偏偏自己手里的武器还没了子弹，两人只好暂时找到一个大树根作为掩体，而特工们也慢慢围了过来。正当两人捂着伤口一筹莫展之时，发现天上多了一架无人机，这是躲在不远处的大卫的增援。有了物理外挂的卡索和古纳尔，一人拿剑，一人拔刀，就等这俩特工上前。紧接着第5个、第6个、第7个，通通一枪毙命。剩下的第8个老黑已经吓坏了。卡索从身后的草堆里站起来，他也没有听见，最后被这一刀夺去了生命。随后他拿起摄像告诉对方，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古纳尔的伤势过重，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卡索扶着他一直从白天走到黑夜，最终因为体力不支，通通倒在了地上。幸好大卫及时赶到，并带走了他。虽然伤势过重，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突然，电台里传来一阵干扰电流。这是一段循环录音，在所有频段上重复播放。有人在呼叫一个代号为乌鸦的人，而这个乌鸦正是卡索。I'm Raven。这引起了大卫的警觉，因为知道卡索还活着的人屈指可数，其中并不包含这个黑鸟。另一边，麦达尼仔细研究了古纳尔的死亡现场，并让助手提取了现场的血液去做比对。You were right. Blood on the scene matches Castle's DNA. 麦达尼认为卡索一定是知道了某些秘密才被人追杀，能调动军队和 FBI 的反派，背后一定是条大鱼。
因此他必须找到卡索。而她新交的男朋友卢索，恰好就是卡索最好的兄弟。她把希望寄托给了男友，把一切都告诉了他。Castle's alive. I think he's hurt, and he needs help. He's gonna get himself killed, Billy. 这也是他会在无线电重复播放录音的原因。之后，他联系了科特。如果有人知道卡索还活着，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是他。但科特并没有承认，因为这是他对卡索的承诺。尽管卢索说他想帮忙，想还卡索一个清白和自由，但他也没有松口。当晚，科特来到大卫的秘密基地，把事情告诉了正主，并劝说他接受卢索的帮助是现在最好的选择。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最终约对方在海边的码头见面，并交换了彼此知道的重要信息。 3 of them were selling heroin out of Kandahar. They're opening up US KIAs, stuffing it inside and sending it home. What? 古纳尔拍了视频，试图揭发他们，但被他们误以为是卡索，因此他才会一直被人追杀。卢索劝他不要一个人承担，把这些交给麦达尼去处理，并且可以利用现在的权利给他提供新的身份，送他出国过他想过的生活。只要他同意，今晚就可以登船。另一边，大卫一个人在基地游荡。卡索赴约以后，他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看着墙上的装备，回想俩人共事的过往，也许过了今天，他又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这时，有人敲响了他妻子的家门，而这个人正是卡索。他答应了大卫的请求，去帮忙安抚他的妻子，并通过摄像头看了大卫一眼，示意他：“兄弟，别担心，我没有离开。”而此时，卢索的员工正在装船，但他等候的卡索一直到约定的时间也迟迟没有出现。他慢慢回到车边，取下藏在腰间的配枪，回到车上，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同伴。He ain't coming. 而他这个同伴居然就是幕后的黑手白眼特工。这个女人把酒倒在地上，示意对面的光头把它舔干净。 Look at the mess you've made. 光头没有说话，慢慢蹲下身躯，服从了女人的命令，但女人却没有打算放过他。You missed the spot. 光头没有任何不满，反而越舔越开心。这时，卡索突然闯入，一脚踹飞光头，随后掀开头套，他也跟着摘下口罩。他不敢相信卡索居然还活着，拼命的想要解释，但卡索不给他机会。因为他要分散光头的注意力，给大卫争取时间入侵他的手机。然而卢索却早已埋伏在附近，就等螳螂上钩。幸好被大卫的夜视仪提前发现，给了卡索准备的时间。他把大门紧闭，然后扔下事先准备的烟雾弹，让烟雾吞噬整个房间，静静等待黄雀上门。这次小队的人数只有4个，都是卢索手下的精英，但他们低估了卡索的实力，借助浓烟的掩护，悄声无息地干掉一个。在这浓烟之中，原本用来锁定敌人的红外线反而成了他们暴露位置的累赘。卢索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小心翼翼地关掉开关，躲在一个角落静观其变。而另外反应比较迟钝的2位，注定成了卡索的猎物。这时，藏在一边的卢索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没了队友，这多出的红外线必定就是任务目标。他慢慢举起机枪，突击上前。没想到这竟然是个圈套，饶是他反应再快也来不及了，他已经失去了先机。与此同时，大卫对手机的入侵亮了绿灯，这次任务圆满完成。而卡索却不太高兴，不是因为他肩膀中了一枪，而是他答应了大卫不滥杀无辜。It's a lot easier when you can kill people. 第二天，光头对着白眼特工大发雷霆，因为只要稍微有点脑子都能猜到，他们把他当成了诱饵，不然卢索的小队怎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但他也只敢抱怨几句，说到底，他还是贪生怕死，怕被卡索干掉。白眼特工承诺他会保证他的安全，会安排卢索送他出国，只要他交出手机，不与任何人联系，这样他也就没有办法泄露任何秘密。但他们却不知道，卡索他们已经根据手机的定位在赶来的路上。另一边，麦达尼看着案发现场的照片反思，为什么那些特种小队会来得那么及时？这条线索除了他和搭档，没有第3个人知道，除非有人偷听了他们的对话。于是2人决定好好把办公室检查一遍。果然，在书架的角落发现了端倪，一个针孔窃听器。但这时他们还没想出应对之策。当晚，卢索按照指示带着光头抵达一处安全小屋，卡索也检查好了武器，准备进攻。光头看了一眼安全屋的环境，又开始不停地抱怨，甚至仗着自己的军衔训斥卢索办事不力。但当他掀开被子，看见女伴的尸体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What I said, I didn't mean. I don't know what you said. 因为自己的傲慢和无礼，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脚下。而在别墅的屋外，卡索已经架好狙击，搜寻今晚的目标。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这里居然就是幕后的黑手白眼特工的藏身之地。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和死敌之间，居然隔着一块防弹玻璃。
在这个零下5度的冬天，有一个美国大兵连衣服都不穿，甚至在自家的后院挖了一个战壕，因为只有寒冬才能让他暂时冷静。一旦回到温暖的房间，看着自己带血的双手，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一次还差点误伤了自己的父亲。Son. 因此，他也不止一次想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最终也没能下手。他患有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在战场为他的国家抛洒热血，回家后却没有得到尊重，不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Are you gonna give me a job mopping floors, emptying trash? Okay, we're done. You need to leave. Now. 连发个传单都要经受暴力执法，他没有聚众闹事，也没有高声喧哗，但警察却要求他立马离开。Sir, please mark that in this encounter I have done absolutely nothing against the law. Just do as I tell you. 同伴劝他走，可他却要坚持做自己。Did you just reach for my gun? No, sir, I did not. I just saw you reach for my gun. I didn't, and I have a witness. 警察不听他解释，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除了恨，已经找不出别的词来形容他现在的心情。他恨那些滥用职权的腐败分子，更恨关键时刻抛弃自己的朋友。他要同伴给个说法，而同伴却让他滚出去。The hell out of my house. Goddamn hell. 压抑多年的情绪，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同伴为了自保，用桌上的刀划伤了他的肚子，事态因此从吵嘴升级到无法收场。扭打中，他抢过匕首扎进了同伴的肚子，但他没有停手，而是将错就错，取走了这条生命。看着染血的双手，他又一次把枪放进了自己的嘴里，这一次也没有扣动扳机，但这一次他有了新的目标，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超市购买了需要的材料，用它们制作一个简易的炸弹。他要用行动让世人听见他的声音。经理端着蛋糕正在给员工庆祝生日，突然一声爆炸响彻整个纽约，紧接着一封写着对美国政客不满、对整个体制失望、反对政客为了政绩而剥夺平民自由权利的信被送到了凯伦·佩吉面前。这封信的作者正是爆炸案的嫌疑人刘易斯，他希望佩吉能站在他这一边，替他呐喊。然而佩吉不仅没有帮忙，反而公开指责他的行为。 This man is not a patriot. He's a coward. Terrorist. Jesus Christ, Karen. Why are you going after him like this? 因为他的炸弹伤害的不是他反对的腐败政客，而是一群无辜的平民，共计造成14人丧生，37人受伤。 Goddamn cowards. 电台邀请了佩吉以及腐败政客，刘易斯也在这时打来了电话。佩吉当着全国听众的面再次痛骂他伤及无辜的可怕罪行，可这也更加激怒了刘易斯。 The war is just beginning, and you are all on the wrong side of it. Sic semper tyrannis. 卡索记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句话，好像是在去科特的互助会时听到过。 His name is Lewis, and he drives a cab. Lewis and he drives a cab. Could you find him on there? 大卫找了个借口不想帮忙，因为他们要做的是复仇，是替自己洗刷冤屈，而不是为平民百姓伸张正义。可这对卡索来说却意义非凡，因为凯伦·佩吉对他来说也相当重要。 Listen. I don't want to say this one's okay. So scared.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her, Okay. 另一边，科特听了广播，也在寻找刘易斯的路上。他打开房门的投递口，里面传来刺鼻的腐臭，门也从里面反锁，他只能暴力破门。当他看见腐臭的来源是胖子的尸体以及桌上的自制遥控炸弹时，刘易斯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用尽全身的力气扑倒这个高他一个脑袋的黑人，大喊：“拔掉他的假肢当做武器！”等卡索跟着线索赶到的时候，科特已经被绑上了遥控炸弹。他知道剪掉某一根线就可以解除危险，但他不知道具体是哪根。这时，刘易斯打来了电话，说警察马上就来了，要把他们一起炸飞。可他不想涉及到自己的偶像卡索。但卡索离开的要求只有一个：解除炸弹。僵持一段时间后，刘易斯最终还是松了口。 Try the white wire. 警察已经赶到现场，卡索也无路可退。他缓缓捡起地上的板砖，用它精准地打晕一个，然后越过车头去对付驾驶室的另一人。不到万不得已，他肯定不会和警察正面起冲突。抢车逃离现场是他现在唯一的选择。可他回到基地后发现，电视上正在播报关于他还活着的新闻。刚才越过警车时被拍到的画面，成了戳破他假死的谎言最有力的证据。腐败政客接受了佩吉的采访，一声爆炸打破了平静，紧接着是一颗无情催泪弹，借着烟雾的掩护，刘易斯轻松干掉2名安保。在这危机关头，腐败政客还想着带佩吉一起走，可他还没从炸弹冲击中回过神来，政客只能捡起地上的手枪和匪徒硬刚，顶着被卡索打中的风险，冲出去找人帮忙，让匪徒有所顾忌，不敢伤害佩吉。听到这里，佩吉笑了，人有不要脸的，但没想到腐败政客居然突破了这个限制。警察说这是政客口述的版本，如果要还原真相，还需要佩吉配合回忆当时的真实情况。
前面的内容基本上一致。站在安保岛下后，腐败政客丢下佩吉，自己躲在沙发后面。他以为刘易斯的目标是在报纸公开谴责，在电台公开骂他的佩吉，可没想到他的目标却是自己。也有可能是现场太乱，导致匪徒没有看见佩吉，因此他一边求饶一边往佩吉的身边退，为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挣扎。但刘易斯却没打算给他机会。关键时刻是卡索奋不顾身冲进来替他们挡住了子弹，也是卡索替他们争取了逃跑的机会。可政客为了自己保命，竟在这个时候把佩吉推到匪徒怀里。虽然刘易斯已经打光了子弹，但他的身上还有其他准备。身上绑着炸弹，一步步推到电梯口。卡索和增援都很识趣地收起武器，以免擦枪走火，眼睁睁看着刘易斯带着人质躲进了电梯。然而剩下的2拨人，当电梯门关上后，又是一场恶战。卡索的反应极快，一个翻滚顺带扛起地上的尸体，用它抵挡身后的子弹，最终逃离现场。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原本和这件事毫无关联的麦达尼也在这里，警察也需要听听他的解释。经过调查，上一次击毙的4个恐怖分子全部都曾就职于卢索的安保公司，事关他搭档的死因，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来讨个说法。而卢索当然不会承认。也就是这时，他因为楼上的袭击有了借口撤退，但麦达尼没有离开。根据以往的经验，匪徒都会从楼梯间逃跑，没想到让他在这里抓住了卡索。突然2声枪响，卡索应声倒地，幸好其中一发只是擦伤了他的头部。开枪的人是卢索，麦达尼让他放下武器，可他不仅不听，反而把枪口对准了麦达尼，一个是要抓捕卡索，一个是要他的命。这一瞬间，他终于知道是谁杀害了他的搭档。如果不是突然赶到的警察，今天必定会有一个人永远留在这里。但卡索不能停，佩吉还在刘易斯手里，他必须去救他。他拿起旁边的消防软管，从楼梯中央一跃而下。在厨房里，刘易斯的精神快扛不住了，他根本没有提前想过被警察包围如何撤退，只能用手里的炸弹吓唬即将闯进来的人。听到是卡索，他赶紧把佩吉抱在怀里，这是唯一能制衡他的办法。卡索表示自己没有武器，一边劝导刘易斯，一边暗示佩吉如何拆除炸弹。When we were with Curtis, you told me to pull that white wire. You did the right thing, kid. 佩吉的角度没法低头去看，他只能慢慢用手去摸，摸错了，卡索会摇头示意；如果选对了，卡索就会轻轻点头，然后又暗示佩吉在拔线的同时，用他随身携带的枪攻击刘易斯。现在万事俱备，就等卡索一声令下。Do it now, Karen. Do it now. 卡索一把上前抱住佩吉，刘易斯慌忙之下躲进了后面的冷藏室。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所以他重新接上了引线，用自己的命换取罪孽的救赎。一个美国警察来到 Sarah 家中，他衣衫不整，上门查案也没有出示证件。Sarah 看了儿子一眼，知道是他拨打了举报电话，但他坚称不认识卡索是谁。警察在家里转了一圈，确认没有其他人以后，卸下了伪装。You're both coming with me. Zach, run! 为了保护孩子，一个母亲的身体再瘦弱，也能迸发超乎常人的力量。Hey, get out! Get away from my family, or I swear to God I'll use this. Drop it! 但他没想到对方还有增援，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也只能束手就擒。大卫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卢索作证爆炸案的主谋是卡索的新闻，恰巧让他错失了解救家人的最佳时机。Oh my God. Sarah 被抓，意味着他们的基地已经不再安全，对方可以通过 Sarah 的手机追踪到这里。卡索让大卫不用再隐藏身份，去接侥幸逃走的女儿，剩下的交给他来处理。检查武器的弹夹，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在脸上涂满黑漆，便于让自己融进黑暗。最后再穿上他的专属防弹衣，他要在这里迎战即将到访的每一个敌人。空荡的房间在这一瞬间失去了生气，这是大战之前的最后一丝宁静。卡索屹立在那黑暗中，静静的等待。有战术手电的亮光证明他们来了，而且人数不止一个。等他们全部闯进基地，就是卡索关门打虎之时，一刀解决留在最后放风的守卫，然后用他的头颅绑上手雷，炸响战斗的号角。他从后门进来，每一枪都精准地命中敌人的要害，敌军从中过，片叶不沾身，这才是他最擅长的事。检查弹夹，准备第2轮进攻，趁着对方补充弹药，打破事先准备的闪光灯泡，利用烟雾的掩护，迅速消灭敌人。而敌人的子弹永远无法穿透他的护甲，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卡索拿下。先前藏的武器现在也派上了用场，绕到敌人的身后，用这把来复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卢索接起电话，但没有出声。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他猜的没错，派出去的小队已经全部被卡索拿下。卡索只有一个要求，用自己和大卫的命换 Sarah 和孩子一条生路。他们手上掌握了证据，容不得卢索不答应。这也是他们之间最后的决战。戳破人质背上的汽油桶，人质一边走就会一边留下引线，然后再点燃一根信号棒。只要卡索和大卫不听话，绑匪会毫不犹豫地将其点燃。No! No!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原本说好的用2命换2命，国安局却在中途突然出现。
卡索被打晕带走，而大卫却在被抓的过程中被国安局击毙。Sarah 此时的情绪崩溃到了极致。1年之前，丈夫就被冠上了卖国贼的罪名，在她的眼前被枪杀。今天好不容易和丈夫重逢，又一次看着丈夫在眼前倒下，只是她暂时还不知道，这些都是他们和麦达尼提前商量好的对策。她被击中的是事先准备在防弹衣上的血袋，目的是为了让匪徒不再对大卫抱有希望，从而保证大卫一家人的安全。剩下的事情由卡索一个人去解决，因为他最擅长让敌人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说出真相。只不过这一次，他可能会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白眼特工的拳头像雨水一样不停地落在卡索脸上。但他就是不肯说出装满证据的电脑的密码。他们越急，卡索的心里就越开心。只是另一边的大卫却憋不住了。这项自杀式的计划是他对卡索的承诺，可他始终没有办法让这样一个牺牲自己来救他全家的人独自面对敌人的折磨。这些录像原本是约定在如果卡索没有杀死他们后再公布，但大卫不想一个好人就这样死去。We gotta go get him before it's too late. 在卢索的劝说下，他终于松了口。不过那个密码必须由他来输入，因为在输入密码的同时，还需要扫描他的视网膜。然而这些其实都是他事先的计划。他早就在桌子下面准备了一把刀，为的就是在这一刻亲手解决白眼特工。就在卢索准备开枪解决卡索那一瞬间，国安局的支援终于到了。卡索虽然还活着，但卢索也仍然逍遥法外。卢索只能简单的处理伤口，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他必须带着保险库的钱远走高飞。只不过 NYPD 已经赶到了他的家中，但这里是他的主场，想在这里抓住他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雇佣兵基本上是不可能。对付这群警察就像是钻石打黄金，游刃有余，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最后他按下了遥控器，让爆炸带走所有和他相关的证据，和曾经的自己做一个了断。但在这之前，他必须干掉卡索，否则会永远生活在被追杀的恐惧之中。大卫给卡索送来了一份礼物，这是国安局为他准备的新身份。离开这座城市，换一个名字，就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但卢索还在逍遥法外，他必须为此画上一个句号。睡梦中的科特睁开眼睛，感觉到身后有人，他慢慢把手伸进枕头去摸。卢索在这个时候点亮台灯，打断了他。Looking for this? 想要把卡索引出来，科特就是最好的人质。他们两人也是战友，所以卢索没有动粗，只要他能帮忙引出卡索就行。科特一边和他叙旧，一边打开紧闭的窗帘。因为职业的习惯，卢索站在了窗边最安全的位置，继续和科特交谈。I'm gonna make you betray your brother. Where's Frank? So what, you wanna kill me with my own gun? Nah. I'll probably just shoot you when you're good like a bunch till you tell me. 科特埋着头陷入了沉思，最终他端起桌上的咖啡递给了卢索。看着这杯咖啡和自己身处的位置，卢索终于意识到了不对。他看向窗口，赶紧埋头，恰好躲过了第一发子弹。时间在那一瞬间放慢了100倍，如果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有可能命丧于此。他在躲到墙角的一瞬间，对昔日的战友扣动了扳机。杯子碎裂的同时，他们战友之间的情谊也不复存在。而窗外开枪的人正是卡索，他早就猜到对方一定会来找科特。3个人就这样陷入僵局。卢索只要一探头，卡索就会扣动扳机，但科特中弹后不及时止血也有生命危险。这时，卡索让科特把电话递给卢索，告诉他约定时间地点，彼此做一个了断。现在只要放过科特，他也不会开枪。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曾是有信仰的雇佣兵，不至于撒谎从背后偷袭。今晚午夜，在游乐园一决胜负。说完，卢索对着他敬了一个军礼，把所有的恩怨留在今晚一起解决。一个人负责防守，一个人负责突袭。防守方抓了2名人质绑在旋转木马上，给突袭方增加了难度。卡索从包里取出榴弹枪，找准角度连开数枪，为的是利用爆炸来掩护自己冲进游乐园。2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顶级雇佣兵，几乎同时在见面的一瞬间扣动了扳机，但是在都有掩体的旋转木马上，彼此都拿对方没有办法。可这一回合进攻，卡索的子弹打穿了卢索的脸颊。这一刻，信仰和荣誉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约束，强烈的求生欲让他失去了理智。他要赢，他关掉了旋转木马，用人质要挟卡索站出来，否则要了他们的命。这一招对付卡索百试不爽。他很听话地卸掉了自己的武器，但麦达尼的突然出现吸引了卢索的注意力。卡索抓住机会冲上去打掉了他的配枪，2个人从械斗变成了肉搏。卢索就像一名刺客，虽然一开始占据了上风，把卡索打得晕头转向，但卡索皮糙肉厚，血量极高，只要让他抓住一次机会，就是他翻盘之时。铁一样的拳头砸在卢索的面部，用他的头去撞木马，去撞中间的玻璃，按住他的头在玻璃盘扎上摩擦，让他永远记住这钻心的痛苦。最后，卡索没有割断他的脖子。他要让他的余生永远生活在对他的恐惧之中。惩罚者的最后一集到此结束，卡索在打败卢索后重获新生，而卢索永远地躺在了重症监护室。感谢您的观赏，下期再见。